我还在娘胎里时，当今圣上就亲赐了沈知微这个名字，御口钦定，叫这个名字的女娃将来必是太子妃，待太子登基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可谁也没料到，娘亲怀的是双生女胎，我与妹妹沈知意并蒂双生，连镇守北疆的爹爹都对着这道圣谕愁眉不展，这沈知微的归属便悬了下来。一晃6年，我和妹妹始终只有乳名，直到6岁生辰的前一天，常年镇守北疆的爹爹沈策突然赶回了京城，我和妹妹扒着门框盼他，却只望见他一身风尘仆仆的铠甲，神色凝重的像覆了层寒霜，连家门都没进就被宫里来的内侍接走径直入了宫。后来我才知晓，爹爹并非单纯回京接风，而是被人在皇上面前诬告通敌，不得不星夜赶回自证清白。可那时的我懵懂无知，完全没察觉这背后藏着的阴谋与算计。生辰那天一早，宫里的传召就到了，皇后娘娘懿旨让我和妹妹跟着母亲入宫，说是为我们庆生。红墙琉璃瓦映着暖日，皇后娘娘的凤仪宫比家里大上100倍。我攥着妹妹知意的手，好奇地打量着殿内的鎏金摆件。碗里，皇上静静直向我们走来，伸手指了指我，轻轻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朗声道：“这便是沈知微吧？”果然灵秀。那一刻，殿内静了一瞬，娘亲的身子猛地一颤，我却不懂这些，只觉得被皇上亲自摸头是天大的荣耀，骄傲地转头看向娘亲，想要求得一句夸赞，却见她眼眶红得吓人，嘴唇抿成一条直线，连看都不敢看我。皇后娘娘在一旁苦笑，又重复了那句我听腻了的话：“这2个丫头长得真是一模一样，连哀家都分不清楚。”那天的生辰宴很热闹，有吃不完的蜜饯和精致的点心，可娘亲全程愁眉不展，连带着知意也不敢多说话。我直到后来才知道，这场看似喜庆的宫宴，早已将我的人生定在了沈知微这个名字对应的宿命里，成了那座金碧辉煌的牢笼中注定要被困住的雀鸟。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爹爹也终于回了家。彼时他已卸下铠甲，却依旧难掩疲惫，眉宇间的凝重更甚。他没多跟我们姐妹说话，只拉着娘亲在书房谈了一整夜。房内时不时传来压抑的争执声，皇上压根没给爹爹自证的机会。面对爹爹呈上的边境驻军调度记录与敌营无往来的证据，只轻飘飘一句：“流言虽无实据，但沈氏兵权过重，朕心难安，便搪塞过去，既不正式定罪，也不公开澄清，反而顺势下旨。沈策劳苦功高，然北疆暂无大患，西疆需重臣镇守，你3日内启程赴西疆任职，暂避流言，以正中心。”这道旨意看似是调任，实则是变相贬谪。西疆防线薄弱，粮草匮乏，远非北疆可比。更关键的是，皇上特意点名派内侍随行协助调度，明着是辅助，实则是安插引线。爹爹自然明白其中深意，据理力争，却被皇上以君无戏言驳回，甚至被警告切勿再提收回赐名之事，否则视为藐视皇权。爹爹无可奈何，只能领旨。自那日起，爹爹赴西疆任职，就陷入了形同软禁的境地。皇上赐名那日起，你们之中谁叫沈知微，谁就要嫁给太子，将来入宫为后。可那宫墙里步步都是刀光剑影，娘怎么舍得让你们进去？你爹爹常年镇守边疆，手握重兵，皇上这是想用你们牵制你爹啊！如今又有人诬告你爹通敌叛国，你爹入宫想求皇上给时间自证清白，却被皇上以君无戏言驳回，后被调任到西疆。娘亲的哭声颤抖，进宫便是踏入深渊，可你爹若洗不清冤屈，我们沈家满门都要遭殃。我和知意听得懵懵懂懂，却从娘亲的话里明白了入宫不是好事。娘亲看着我们一模一样的脸，泪水又掉了下来。你爹爹进宫求了皇上，想收回旨意，可皇上不允，你们姐妹俩总得有一个留下，一个进去。我看着身边吓得发抖的知意，又想起白天宫宴上娘亲红透的眼眶，心头猛地一热，攥紧了拳头。娘，我去，我做沈知微，入宫帮爹爹查清冤屈。知意猛地抬头看我，眼眶通红。姐姐，我不要你去，我去。我按住她的手，学着大人的模样挤出一个笑脸。傻妹妹，我是姐姐，该护着你。以后我在宫墙内查线索，你在宫外好好的，等我们查清真相，就再也不分开。娘亲看着我，泪水淌得更凶，却也只能含泪点头，将我们姐妹俩紧紧搂在怀里。那一夜，烛火摇曳，我们姐妹俩的人生就此分岔。娘亲请来了宫中的老嬷嬷，专门教我学习后妃礼仪。每日天不亮，我就要起身练站姿、学行礼，指尖被针扎的红肿也要练刺绣，稍有差错就会被嬷嬷严厉斥责。那些繁琐的规矩像枷锁一样捆着我，让我喘不过气。及笄之年，我如约嫁入东宫。自6岁那年，爹爹被诬告通敌，星夜回京自证清白，却未果后的这10年，爹爹虽未被定罪，但身边眼线遍布，与家中书信往来皆需经人核查，根本无法自主查证冤案。我嫁入东宫，既是履行当年做沈知微护家的承诺，更是为了借助东宫的身份，打破爹爹被监视的困局，查清冤案真相。红色的嫁衣，沉重的压人。踏入东宫的那一刻，我便收起了所有志气，记着娘亲的叮嘱，也记着和妹妹的约定。东
东宫虽不如皇宫那般森严，却也处处藏着算计。刚入宫不久，就有低位分的侍妾借着探望太子妃的名义，故意在我面前提及双生姐妹的旧事，言语间暗指我身份存疑，想试探我的底线。这时我才彻底明白，当年皇后娘娘频繁追问我和妹妹的身份，根本不是单纯的分不清，而是想在我们姐妹俩中挑一个性子软、好掌控的棋子，好借我牵制爹爹。而皇上当年的一眼分清，也从来不是因为我特别，而是他早已算好要将沈知微这个身份安在我身上。毕竟那天宫宴上我转头炫耀的模样，在他看来或许更易拿捏。我压下心头的冷笑，面上依旧温婉得体，不动声色地化解了侍妾的刁难，还借着此事立了规矩，让东宫众人不敢再轻易小觑我。我收敛了所有锋芒，每日跟着嬷嬷学习执掌钟馗，应对宫规，暗地里却悄悄观察着东宫上下的动静，留意着后宫妃嫔与前朝官员的牵扯。太子起初对我颇为冷淡，我不恼也不急，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不参与妃嫔间的争风吃醋，只在他烦忧前朝琐事时，适时递上一杯清茶，轻声提点：殿下，西江防务的奏折需格外留意。近来户部对西江的粮草调配多有异动，恐有官员从中作梗，牵连边防。这话既展现了我的聪慧，又不动声色地引导他关注爹爹相关的动向。我知道，在这东宫之中，唯有站稳脚跟，获得太子的信任，才能有能力护住宫外的妹妹，也才能查清当年爹爹被陷害的真相。太子虽隐忍，却非愚钝，渐渐察觉我并非只会依附父兄的闺阁女子，对我的信任也日渐加深。嫁入东宫半年后，娘亲借着探望女儿的名义第一次入宫。偌大的偏殿里只有我们母女三人，娘亲特意将知意扮成贴身丫鬟混进了东宫。隔着一层屏风，我看见知意的瞬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也长高了不少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我没有的灵动与坚毅。娘亲将一个绣着莲花的香囊塞给我，低声道：“这里面是你爹爹留下的旧部名单，知意已经见过他们了。你爹当年被诬告时，有份关键证据是从户部递上去的。这些年他被软禁，连查户部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在宫中务必多留意户部与后宫的往来。”我握着香囊的手猛地收紧，指尖泛白。原来当年爹爹深夜归来的疲惫，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冤屈。娘，我知道了。我压低声音，东宫虽严，但我已有办法调动一些人手，我会暗中查探宫内与爹爹案件相关的密档，有消息就通过这个香囊传递出去。知意从屏风后走出来，攥住我的手，眼神坚定：“姐姐，你在宫里安心待着，外面的事交给我，我会带着爹爹的旧部查清是谁陷害爹爹，一定还爹爹一个清白。”临走时，娘亲反复叮嘱我们，行事一定要小心，切不可暴露身份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将香囊贴身藏好，目光落在东宫的琉璃瓦上。我们约定以娘亲探亲为掩护，我在宫中搜集宫内与爹爹冤案相关的密档、人证，同时想办法干扰监视爹爹的眼线。知意则带着爹爹旧部在宫外追查物证，梳理阴谋链条，娘亲自在中间传递消息，避开官府核查。这日过后，我与知意一明一暗、内外呼应的查冤之路正式开启。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洗清爹爹的冤屈，更要让他摆脱软禁之困，重获自由。只是试探还未停歇，没过多久，侧妃苏氏就借送餐发难，丫鬟刚进我院门，便不慎摔碎瓷碗，热汤溅湿我的裙摆。苏氏紧随其后，扑跪在地，对着赶来的太子哭诉：“殿下明鉴，臣妾好心送御膳给姐姐，她却动气苛待丫鬟，逼得丫鬟失手，这是全然不把东宫规矩放在眼里啊！”我试了试裙摆，冷声道：“妹妹说笑了。”丫鬟刚进门，我未发一言，何来动气逼迫？倒是她刻意往湿滑石板上踩，踉跄姿态未免太过蹊跷。我示意心腹嬷嬷上前，嬷嬷躬身回禀：“回殿下。”丫鬟脚步刻意，绝非无意失手。太子瞥向丫鬟躲闪的眼神，当即沉脸斥退苏氏。没过几日，又有低位妃嫔散播罪臣之女觊觎东宫权势的谣言。我不辩白，转头在东宫祭祀事宜上发力。他们偷偷将祭祀玉帛换成残次品，想让我出错获罪。我却当场拎出有瑕疵的玉帛，厉声反问：“祭祀关乎东宫体面，是谁如此大胆，敢用残次品糊弄？”一句话让那几位妃嫔脸色煞白，也让太子彻底看清谁在搅局。深夜，太子遣退左右，单独邀我去书房，直言不讳：“知微，你可知你与知意的双生之密？父皇早就在我面前提过。”我心头一凛，随即坦然相告：“殿下既已知晓，想必也清楚父皇赐名的深意，不过是借沈家牵制爹爹，再借我牵制沈家罢了。”太子点头道：“父皇的制衡之术，我岂能不知？但我更清楚，镇国大将军忠勇一生，通敌之罪定是冤案。”我抬眸对上他的目光，坦然相告：“我入宫从无觊觎权势之心，只求查清爹爹冤案，护沈家周全。若殿下信我，我愿助你稳固储君之位；若殿下不信，我便独自查案，绝不连累东宫。”太子沉默片刻，忽然起身走到我面前，沉声道：“
我信你，你我坦诚相待，结个盟约如何？你帮我稳住东宫，洞察后宫动向，我便助你调动东宫资源查案，密库卷宗任你调阅，东宫人手听你差遣，我躬身行礼。殿下若肯助力，臣妾定不相负。二人就此定下默契。3日后，太子便以太子妃处事稳妥为由，将东宫中馈权交到我手上。接手当日，我便拿着账目册找到太子。殿下，中馈往来牵扯甚广，臣妾想借核对账目之机，排查宫内异常往来，还请殿下默许。太子提笔在账册上落下朱批，抬眸道：放手去查，需我配合便直言。此后，我借核对账目，调配工人的便利，暗中将频繁往来后宫与户部的工人记在册上。要调阅旧部相关密卷时，我递上字条，太子便以沿袭前朝君制为由，亲自去密库支取，还特意嘱咐密库管事，太子妃需用的卷宗无需多问，直接奉上。锁定2名可疑工人后，我对太子道：这2人行迹可疑，留在内院恐泄露机密。太子当即吩咐内侍传我口令，这2位工人调去外围洒扫，轮岗历练。本以为断了他们接触核心信息的机会，便能稳住局面。谁知这日我路过外围偏院，竟瞥见其中1人借着倒垃圾的由头，偷偷将一张纸条塞给宫外进来的杂役。我瞬间止步，指尖攥紧，眸色沉了下来。构陷势力的触手远比我想的更深，这刚窥见的曙光背后藏着的是更汹涌的危机。宫外的知役化身沈老板，借着绸缎庄的掩护追查线索，本是我们约定好的暗线布局。他在外搜集爹爹旧部相关证据，我在东宫稳住局面，牵制宫内势力，一明一暗，互不干扰。可这日午后，心腹嬷嬷却神色慌张地冲进内殿，将一封染血的字条塞到我手中。娘娘，小姐遇袭了。我指尖一颤，展开字条，只见枝意潦草的字迹写着：拿到太后与户部尚书往来信稿，欲死时追杀，人证已灭口，证据遗失大半。他们留了镇字腰牌嫁祸，寥寥数语却让我浑身冰凉。那镇字腰牌是爹爹亲兵的专属标识，明摆着是要将祸水引向沈家，顺带牵连东宫。我刚攥紧字条，就听见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嬷嬷脸色骤变，是东宫的眼线，定是有人把消息递进来了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刚将字条藏进发髻，就见眼线已直奔书房禀报，我紧随其后追了过去。书房门口，眼线尖利的声音穿透门缝传来：殿下，镇国大将军的小女儿在外行事张扬，查探旧部动向时遭人追杀，现场还留了镇字腰牌。此事一旦传入陛下耳中，必会猜忌沈家旧部意图不轨，而东宫与沈家有婚约，恐会被牵连。他刻意顿了顿，语气愈发阴狠：沈小姐查的本就是当年通敌旧案，如今闹出血光，陛下定会疑心东宫暗中纵容，殿下的储君之位怕是要保不住了。推门而入，正撞见太子坐在案前，指尖死死攥着奏折，指节泛白，脸色凝重的能滴出水来。先皇对沈家的猜忌，从来都是他的死穴。殿下，这是栽赃！我快步上前，声音因急切微微发颤，却刻意避开姐妹关联，只强调祸水东引的意图。之意不过是在外经营生意，定是无意间查到了不该查的，构陷势力，怕真相败露才下狠手灭口，还故意留沈家标识的腰牌，就是想把祸水引到东宫来。太子猛地抬眸看我，眼底翻涌着挣扎，喉结滚动半晌，才艰涩开口：栽赃！可那镇字腰牌是父皇最忌讳的东西。知微，沈之意是你妹妹，你让我如何完全撇清？这话如冷水浇头。我怔怔看着他，强压下提及秘密布局的冲动，只道：殿下既知她是我妹妹，便该明白我绝不会让她牵连东宫。可此刻若被栽赃牵着走，反而中了敌人的圈套。殿下忘了我们的盟约，忘了你信爹爹清白，之意只是无故卷入，绝非故意生事。眼线趁机跪地补刀：殿下明鉴，太子妃这是被姐妹情冲昏了头，如今当务之急是撇清东宫与沈家的关系，声明与沈小姐的行为无关，否则陛下追责下来，殿下也难辞其咎。我转头怒视他：闭嘴！若不是你们这些人在东宫兴风作浪，盯着沈家动向报给外人，构陷势力怎会如此精准找到之意？分明是你们通敌卖主！够了！太子猛地一拍案几，奏折散落一地，书房内瞬间死寂。他的目光在我与眼线之间来回穿梭，眼底的挣扎几乎要溢出来。一边是与我的盟约和对沈家冤案的疑虑，一边是皇上的猜忌与储君之位的安危，而我则死死攥着拳，不敢暴露半分姐妹的秘密布局，只能硬扛着栽赃压力。我与太子的约定，在妹妹遇袭引发的危机中彻底摇摇欲坠。东宫的风暴已然来临，眼线退下后，书房内只剩我与太子2人，空气凝重的几乎让人窒息。太子指尖摩挲着案上的奏折，迟迟开口，语气带着难掩的疲惫：之微，知意遇袭之事闹得太大了，那枚镇字腰牌是父皇最忌讳的东西。我心头一紧，上前一步急声道：殿下，这分明是有人故意栽赃，知意查到了关键证据，他们是怕真相败露才下此狠手。太子抬眸看我，眼底满是挣扎：我信你，也信知意无意牵连东宫，可父皇的猜忌你我都清楚，
他本就忌惮沈家兵权，如今你们一宫一外联动查案，本就落人口实，再出这等事，我的储君之位会动摇。他顿了顿，艰难地提出请求，能不能暂时放缓查案节奏，先把知意安置好，等风头过了再从长计议。我浑身一凉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放缓节奏，知意重伤，证据遗失大半，那些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此刻停下就是给他们斩草除根的机会。殿下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太子闭了闭眼，声音沉了几分，我没忘，但我不能拿储君之位冒险，这不仅是我的前程，更是日后帮你为沈家洗冤的底气。这番话像一根刺，扎得我心口发疼。我与太子的信任，终究还是在皇权的重压下出现了裂痕。我咬着牙转身，殿下要权衡利弊，我不拦着，但知意是我妹妹，查案是我入宫的初心，我绝不会停。此后几日，东宫的氛围愈发压抑。太子虽未明着阻止我，却收回了部分东宫侍卫的调遣权，眼线更是明目张胆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一边借着钟馗之权，暗中让心腹嬷嬷联系宫外旧部，将重伤的知意转移到城郊隐秘的别院疗伤，一边加急梳理手头的眼线名册，想尽快找到他们与构陷势力勾结的证据。梳理名册时，我发现多数眼线的联络痕迹都指向户部，要进一步锁定核心关联，必须把这一线索传递给知意，让他在外围佐证。可我没料到，眼线早已盯死我的一举一动。嬷嬷刚出东宫侧门，就被眼线带着侍卫拦下。半个时辰后，眼线便捧着药箱闯进我的寝殿，厉声喝问：太子妃，你竟敢借送药之名传递涉密线索给沈小姐？这药箱夹层里的字条写着东宫眼线关联户部，可不是要指引他继续追查。我心头一沉，强压慌乱，不过是给远亲的寻常叮嘱，何来涉密之说？你这是刻意栽赃。眼线冷笑一声，挥手让侍卫押来嬷嬷。嬷嬷已招供，说这是给沈小姐的消息。我转头看嬷嬷，见她嘴角带血，显然是受了刑，瞬间明白是被屈打成招。争执间，太子匆匆赶来，目光先落在我紧绷的脸上，又扫过药箱里的字条，神色阴沉却难掩焦灼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急声辩解。殿下，这是他们截获栽赃，我只是担心远亲伤势，绝无传递线索之意。嬷嬷是被屈打成招的。太子的目光落在嬷嬷带血的嘴角，喉结狠狠滚动了一下，避开我的目光时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惫与不忍。不管真假，字条出自你手，经你嬷嬷送出，已落人口实。父皇那边盯得紧，我若不做处置，只会让他们更有理由攻讦东宫，甚至牵连你。眼线趁机跪地补刀：殿下明鉴，太子妃无视殿下禁令，执意勾结沈小姐查案，若不严惩，恐难堵悠悠众口。我怒极反笑：殿下若信我，便该查清是谁盯着我的行踪，刻意截获。若信他们，我多说无益。太子脸色铁青，双手攥成拳，沉默了许久，才艰涩地开口，语气里满是挣扎。知微，委屈你了。即日起，你先在寝殿静养，禁足几日，对外只说是你偶感风寒需要歇息。钟馗权暂交苏氏代管，等此事平息，我再还你公道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声音放低了些：嬷嬷先送去偏院看管，不许再动刑，我会暗中查清真相。侍卫上前半步，做事要请我回内殿，我将在原地看着他眼底的不忍与无奈，心头又凉又涩。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妥协，却也没把事情做绝。禁足后，寝殿四周虽有眼线看守，但比起不得见任何人的严苛，他们只是远远监视，并未过分刁难。我察觉这是太子留的余地，我不再外露焦躁，反而沉下心隐忍不局，一边借着养病的由头，让贴身小宫女暗中观察眼线动向，记录他们与外界的联络，一边悄悄梳理此前掌握的眼线关联户部的蛛丝马迹，等待反击时机。而宫外疗伤的知意没等来我的消息，只听闻我偶感风寒静养的传闻，虽忧心忡忡，却因不清楚宫内情况，不敢贸然行动。我们姐妹一困深宫，一隐别院，连最基本的联络都被切断。我与太子的盟约，也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栽赃与皇权压力下，陷入了冰冷的僵局。我禁足后的隐忍，被眼线当作心虚。他连日撺掇太子开堂问责，逼我承认勾结妹妹。太子表面应允，深夜借探视之名屏退宫人，隔屏对我低语：明日我假意偏信他们，你趁机发难，嬷嬷已被我救出。当年调去外围的宫人也愿指证。我点头应下。次日正殿庭审，眼线捧着药箱与供词高声发难：太子妃借送药传递线索给沈小姐，勾结旧部，证据确凿。太子拍案怒斥：沈之微，可治罪。我缓缓起身，冷声反问眼线：一张含糊字条，一份屈打成招的供词便定我罪，你怎知药箱有字条？精准拦下嬷嬷，分明是刻意栽赃。我步步紧逼：你派的侍卫频繁与户部私会，难道也是巧合？眼线脸色惨白，语无伦次。此时太子挥手召出证人，2名外围宫人指证眼线指使他们传递东宫消息给户部。嬷嬷也带伤现身，哭诉被逼供。眼线彻底崩溃，瘫倒嘶吼：是户部尚书让我做的。
太子当即拿下眼线，押来关联的户部小吏。小吏当场招供，是尚书指使栽赃太子妃，追杀沈小姐，阻止查镇国大将军冤案。事已至此，太子带我行至皇宫面圣，呈上全部证据。皇上震怒，下旨清剿东宫奸佞，凌迟眼线，将户部尚书打入天牢彻查其党羽，同时恢复我的中馈权与自由，特许我调动东宫资源查案。因此一役，我与太子的信任彻底筑牢，东宫成了查案后盾。我即刻与之意重建联络，拿到他追查的线索，构陷势力冰山一角被掀开，查案之路中拨云见日。东宫之役后，我与太子借查案之事肃清内奸，稳固储君之位，加之户部尚书倒台迁出的党羽清算，让皇上对太子的倚重愈发深厚。只是谁也未曾想，这份倚重未持续多久，皇上便因旧疾复发骤然病重。病榻前，太子衣不解带事及半月，我也以太子妃身份日日入内问安，却见皇上多数时候闭目沉思，偶尔清醒时，目光落在太子身上，满是复杂的审视。提及爹爹旧案时，却又刻意回避，只字不提。临终前夜，皇上屏退众人，独留太子在榻前密谈。我隔着殿门，隐约听见沈家兵权制衡等零碎字眼，心中疑窦丛生。难道爹爹的冤案本就是父皇刻意为之？次日天明，皇上驾崩的消息传遍皇宫，丧仪肃穆庄重，太子身着丧服主持大局，眉宇间满是掩不住的悲戚，连日市集的疲惫与丧父之痛交织，让他身形都瘦了几分。待丧期过半，太子顺利登基，我以太子妃之尊被册封为皇后，全面执掌后宫大权，身着皇后朝服，站在新皇身侧接受百官朝拜时，我分明瞥见他眼底未散的哀戚，而我自己心底也无半分喜悦，唯有沉甸甸的责任。这后位是权力，更是查案的底气。登基大典刚结束，新皇便屏退重臣，独自踏入凤仪宫，卸下帝王的威仪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与疲惫。之威，父皇走了。临终前，他才告诉我，当年忌惮镇国大将军兵权，并非单纯猜忌，而是早年曾收到沈家通敌的伪造密信，又恰逢边境战事吃紧，他怕权臣拥兵自重动摇江山，才急着借户部尚书之手制衡，却没料到一步步酿成冤案。这番话让我浑身一震，原来这些年的猜测并非凭空而来，竟是被人刻意误导，而他将这个秘密藏了数年，至死才肯对太子言说。我抬眸望他，见他眼底泛红，知晓他仍沉浸在丧父之痛与真相的冲击中，眼眶不禁微湿。陛下节哀，先皇或许有他的考量，但爹爹的冤屈终究要昭雪。他快步上前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指尖带着微凉，语气却渐趋决然。父皇说，他知对不住沈家，却为了皇权稳固不得不为。他让我继位后，要么彻底尘封此案以安人心，要么查清余孽以儆效尤，全看我如何抉择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底多了几分帝王的决绝。父皇的过错，朕不能替他抹去，但朕必须为忠良正名。此前碍于父皇威严，更念及父子情分，查案多有掣肘，未能护你周全。如今朕承继大统，既要守好江山，更要还忠良清白。这不仅是对你的承诺，更是帝王的本分，也是对父皇一生功过的交代。你想如何做，尽管开口。我心头一热，轻声道，后宫密档藏着前朝往来踪迹，我想借执掌后宫之便调取尘封卷宗，从父皇与户部、太后的往来查起。毕竟构陷之事需人协从，太后与户部尚书定然是奉先皇旨意深度参与其中，负责具体执行，绝非主谋。新皇眸色一沉，点头道，你所言极是，父皇虽为主导，但具体形势需仰仗朝臣与后宫助力。太后与户部尚书便是他推到台前的执行者，按旨意落实构陷的具体事宜，准你调阅所有后宫密档，暗卫听你调遣，务必查清楚当年构陷的全部脉络，以及这些执行者后续是否借先皇旨意私自行事。借着这股底气，我即刻着手核查密档，逐页比对先皇与户部尚书、太后的往来书信、旨意底稿，每翻一页，心底对真相的确认便多一分。终于在一份标注绝密的前朝卷宗中发现了关键线索，先皇收到的沈家通敌伪造密信副本，信末虽无落款，却有户部尚书府的隐秘印记，旁边还附着先皇的亲笔批注，边境告急，审视兵权过重。此信虽待核查，然不可不防，着户部尚书暗中布局制衡。此外，还有一份授意户部尚书罗织罪证的初步手谕，印证了新皇所言因误信密信加战事吃紧而制衡的缘由。同时，我暗中提审太后宫中旧人，突破重重阻力，获取了关键供词。太后确实奉先皇旨意监视沈家女眷，但全程由户部尚书主导信息传递。他曾对户部尚书过度罗织罪证的行为提出异议，却因户部尚书以先皇旨意施压而妥协，并未主动参与伪造证据，更多是被动配合宫中的牵制行动。宫外，知意带着爹爹就步深入前朝就地，一路都在躲避追杀。夜色如墨，荒庙内烛火摇曳，知意刚包扎好手臂的刀伤，就部统领沉声道，小姐，追兵又近了，这已经是第3波了，他们定是循着旧部的踪迹追来的。知意擦去嘴角血迹，眼神却愈发坚定。
越是追杀，越说明我们找对了方向。姐姐传来消息，先皇当年制衡爹爹，是因收到了伪造的通敌密信，还恰逢边境战事吃紧，太后只是被动胁从，真正的主谋是户部尚书。爹爹留下的密信里提过，当年审理此案的御史性子刚直，后来突然辞官归隐，定是发现了密信伪造的破绽，证据大概率藏在他旧宅。众人不敢耽搁，连夜赶往御史旧宅，在荒废的地窖中翻找许久，终于在一块松动的地砖下挖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。打开的瞬间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里面是沈家通敌密信的原件。知意小心翼翼将铁盒收好，对统领道：证据已得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派2名心腹乔装入京，持我信物去对接姐姐宫中的案线，务必确认姐姐安全以及宫内查案的进展。我带着其他人随后跟上。统领应声：小姐放心，我们拼死也会护好证据，护好您。心腹乔装成商贩连夜启程，知意则带着剩余精锐避开官道，从山间小路往京城赶去。知意派去的亲信抵达京城，按约定在城南茶馆与我的案线接头。刚递出信物，说出证据已得，即刻入京的双重暗号，茶馆外便冲进来一群黑衣人，不由分说便动手抓人。亲信拼死反抗，却终因寡不敌众被捕获，藏在身上的密信也被搜走。消息很快传到户部尚书余党手中，为首的旧臣看着密信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手指死死攥着帕子，对身边的亲信嘶吼：沈之意竟真的找到了证据，一旦曝光，我等皆死无葬身之地。这群旧臣深知唯有灭口才能掩盖真相，决定孤注一掷。次日清晨，皇宫外便传来震天的喊杀声，禁军层层围堵宫门，禁军统领站在阵前高声喊话：陛下，皇后沈氏勾结其妹沈之意，私藏先皇密诏，意图颠覆朝政，污蔑先皇圣明。若不即刻废后，交出沈之意，我等便要闯宫清君侧。宫内人心惶惶，宫女太监们四处逃窜。我正在翻阅密档，心腹宫女慌张跑进来：娘娘，不好了！禁军统领带着禁军围攻了，听说是户部旧臣挑唆的。我猛地起身，指尖虽微微发颤，神色却依旧镇定。慌什么？传我命令，让内侍省即刻紧闭宫门，加固防御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。宫女刚要退下，我又补充道：再去把长侍嬷嬷叫来，就说我要借后宫整顿之名，清理宫内党羽。片刻后，长侍嬷嬷赶来，我沉声道：你带一队心腹宫女去拿下太后宫中那些与户部有牵连的宫女，他们定在传递消息，务必撬开他们的嘴，拿到供词。嬷嬷领命而去，不多时便带着2名被捆绑的宫女回来，其中一人哭喊道：娘娘饶命，是户部的人让我们监视您的，还让我们一旦有动静就立刻通报。太后并不知晓详情。我冷笑一声：证据确凿，你等还有何话可说？处理完宫内事宜，我立刻让人打开密道暗门，对心腹侍卫道：你从密道出去，找到蛰伏在宫外的沈小姐，传我信号，3短1长的哨声，让他即刻启动内外联动的预案，速来驰援。侍卫领命钻入密道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宫门外的火光，心中默念：之意，姐姐等你前来，今日我们姐妹便一同破局。密道内的侍卫带着我的信号刚找到之意，他便立刻启动预案，所有人听令。之意将铁盒交给贴身护卫，语气果决：你们乔装成禁军，去宫门西侧制造混乱，吸引围攻兵力，切记不可恋战，只需拖延时间。护卫领命离去，之意则带着剩余精锐跟着侍卫钻进密道，穿过幽暗湿滑的密道，抵达宫内时，朝堂方向正传来争执声。之意整理了一下衣袍，握紧怀中的铁盒，对我派来的侍卫道：带路去朝堂。此时的朝堂上，户部旧臣正咄咄逼人：陛下，皇后勾结外女私藏密诏，证据确凿，若不废后，我等便只能闯宫清君侧，以正朝纲。新皇端坐龙椅，神色冷峻，仅凭一面之词，便要朕废后，尔等未免太过放肆。使臣刚要反驳，朝堂大门突然被推开，之意带着旧部快步闯入，高声道：陛下，臣女沈之意携构陷案核心证据而来。百官哗然，使臣脸色骤变。我见状，立刻携着宫内密档，带着2名招供的宫女从偏殿走出，径直走到之意身侧。姐妹2人并肩而立，目光坚定。多年的风雨同舟，在此刻汇聚成破局的力量。之意将铁盒重重放在朝堂案几上，打开的瞬间，所有证据一览无余。他拿起那份沈家通敌密信原件和人员清单，厉声揭露：先皇当年制衡爹爹，并非无端猜忌。他早年收到这份伪造的通敌密信，恰逢边境战事吃紧，怕权臣拥兵自重动摇江山，才急于制衡。可户部尚书早已觊觎沈家权势，借势伪造完整罪证，隐瞒密信疑点，推着先皇一步步酿成冤案。太后只是被动配合宫中的牵制行动，从未主动参与伪造证据。这份清单清晰记录了户部尚书如何主导构陷、隐瞒真相，还有户部伪造的小字为证。这份诏书副本也能印证先皇是因误信密信才下旨。我随即上前一步，呈上手中的密函与供词。
陛下，百官请看，这是先皇收到的密信副本与亲笔批注，证实他却因密信与战事而心生忌惮。这是先皇与户部尚书的往来密函，其中可见户部尚书刻意夸大审视异动，谎称密信核查属实的字句，刻意误导先皇。这两位是太后宫中的宫女，以亲口招供，是受户部之人指使监视本宫。太后对此并不知情。一名老臣上前翻看证据，尤其是密信上的户部伪造小字和先皇批注，脸色凝重地躬身道：陛下，这些证据环环相扣，绝非伪造。沈将军冤案却是先皇因误信密信，战事吃紧而误判，在被户部尚书借势主导构陷所致。太后却系被动胁从。户部旧臣使臣见状，双腿一软跪倒在地，语无伦次：不可能，先皇怎会被误导？是你们姐妹伪造证据，污蔑先皇与户部。知意冷笑一声，看向使臣：伪造？这份密信原件有户部的隐秘印记，诏书副本有先皇玉玺，你敢说也是伪造？当年审理此案的御史旧部，此刻就在宫外等候，他们亲眼见过你家主子伪造罪证的过程。若需对质，我即刻传他们入宫。话音刚落，户部党羽中便有几人神色慌张，其中一人猛地站出来，跪地招供：陛下饶命，臣坦白，当年却是户部尚书发现先皇因密信和战事忌惮沈将军，便刻意伪造补充罪证，隐瞒密信疑点，误导先皇下旨构陷。太后只是被动配合监视，并未参与其中，臣等只是从旁协助。如今怕真相败露，才被逼宫废后，有一人带头，其余党羽纷纷反水，将户部尚书如何主导构陷，事后追杀我与之意，培植私党的罪行和盘托出。太后在屏风后听闻这一切，脸色苍白，被侍卫扶出来时，眼中满是愧疚与后怕，颤声道：陛下，哀家有罪。哀家当年虽未主动作恶，却因惧怕先皇威严，未能阻止户部尚书的恶行，还被动配合了监视，间接害了沈将军。哀家愿领罪。看着他悔恨的模样，我心中虽无怜悯，却也多了几分释然。真相终究清晰，真正的作恶者并非他。今日的结局是各归其位。户部旧臣被压下后，新皇站起身，目光扫过满朝百官，语气沉重却坚定：今日之事，真相已然明了。先皇早年因误信伪造密信，恰逢边境战事吃紧，忌惮沈将军拥兵自重而心生制衡之意，此乃无心之失。户部尚书借势伪造罪证，隐瞒真相，主动主导构陷，酿成冤案。后续更追杀忠良之后，培植私党，罪无可赦。太后系被动胁从，虽未主动作恶，却因懦弱妥协，未能阻拦恶行，亦有过错。朕不以亲废公，今日便要为镇国大将军平反昭雪，清算真正的作恶者，也厘清各方罪责。他抬手示意内侍宣读圣旨，庄重的声音在朝堂回荡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大将军沈氏忠勇一生，护国安邦，遭人构陷蒙冤，朕心甚痛。今真相大白，特为沈氏平反昭雪，恢复所有荣誉，追封忠勇王，赐谥号忠烈。参与构陷的户部旧党，前朝重臣尽数清算，抄家流放。户部尚书身为构陷主谋，罪无可赦，凌迟处死。太后被动胁从，虽无主动作恶之举，然懦弱妥协有失公允，念及皇家情面，免其重罚，幽禁寿康公思过终身，不得干预朝政，布告天下。贤使闻之，圣旨宣读完毕，百官齐齐跪拜。陛下英明。我与之意对视一眼，泪水不约而同的滑落。多年的隐忍奔波，无数个提心吊胆的日夜，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终于换来了这平反昭雪4个字。之意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指尖的温度传来，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与释然。我能感受到他掌心的薄茧，那是多年江湖奔波追查真相留下的印记，而他也能感受到我指尖的微凉，那是深宫权谋步步惊心留下的痕迹。新皇走下龙椅，对我们姐妹道：沈将军忠勇护国，却蒙冤多年，沈家更因此颠沛流离，朕心有愧。这一切冤屈的洗刷，全靠你们姐妹2人以命相搏，坚持不懈。先帝的误判虽有缘由，户部的恶行也已清算，但皇家对沈家的亏欠终究难以弥补。今日朕在此立誓，此后沈家后人永享荣光，朝堂之上永保沈家一席之地。凡沈家清白后裔，朕必予以庇佑，绝不让忠良之后再受半点委屈。我与之意躬身行礼，谢陛下恩典。走出朝堂时，阳光透过宫门洒在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知道，这不仅是爹爹冤屈的终结，也是我们姐妹挣脱宿命束缚的开始。沈家终于能抬头做人，爹爹的忠勇之名也将永远流传后世。而这桩因误信与野心酿成的冤案，也终将成为警示后世的禁谏。洗冤昭雪的旨意传遍天下那日，坤宁宫的庭院里难得洒满了和煦的阳光。我遣散了宫人，独自坐在廊下，指尖摩挲着爹爹留下的旧玉佩，紧绷多年的神经终于彻底松弛。不多时，知意一身江湖装扮踏入庭院，风尘未洗，眼底却满是释然。姐姐，她快步走来，坐在我身侧，掌心的薄茧蹭过我的手腕，带着熟悉的温度。夜幕降临时，我们姐妹2人围坐在烛火旁，彻夜长谈。知意轻声道：
姐姐，爹爹的冤屈已洗，这江湖路我想继续走下去，爹爹的就不跟着我出生入死。我想带着他们守护一方安宁，也把爹爹的忠勇之名传下去。我望着他眼中闪烁的光芒，笑着点头，我懂你，江湖才是你的天地，而我虽身在后宫，却也不愿再做被宫墙困住的棋子。次日，新皇召我们入宫，听闻我们的想法后，并未阻拦，反而温声道：你们姐妹为沈将军洗冤，为朝堂肃清奸佞，立下大功，朕许你们所求之危，你可保留后位，交出后宫琐碎俗务，谨掌礼仪规制，恭敬对你永不设防，可随时出宫探望亲友。之意，朕赐你忠勇侯令牌，可调动地方府兵协同你守护一方，沈家旧部皆可入朝补任，若不愿为官，也可凭令牌享受朝堂俸禄优待。我与之意对视一眼，双双躬身行礼。谢陛下恩典，这份恩典不仅是对我们的体恤，更是对沈家清白的认可，让我们彻底挣脱了自鸣宿命的枷锁。自那以后，我在宫中过上了从未有过的自在日子，不必再费心算计权谋，不必再提防暗箭伤人，每日只需打理简单的后宫礼仪，闲暇时便在坤宁宫研读古籍，或是带着心腹出宫游历市井。而知意带着爹爹的就不去了西南边境，不仅平定了当地的匪患，还兴修水利，开设学堂，让边境百姓安居乐业。忠勇侯的名号传遍江湖，每逢元宵、中秋这样的佳节，知意必会策马回京。元宵夜里，我们会褪去身份的束缚，并肩走在长安街上，看万家灯火，猜街头灯谜，就像儿时在将军府那样肆意欢笑。他会给我讲江湖上的奇闻异事，讲边境百姓的安稳生活，我会跟他说宫中的趣事，讲新皇如何励精图治，澄清吏治。有一次，知意从袖中掏出一枚亲手雕刻的木牌，上面刻着知微知意两个名字，背面是盛开的海棠花，那是我们儿时最喜欢的花。姐姐，这是我特意为你雕的，带着它，就像我陪在你身边一样。他将木牌塞进我手中，眼底满是温柔。我握紧木牌，心中暖意融融。曾经，沈知微这个赐名是束缚我们的枷锁，让我们一宫一外，颠沛流离。如今我们却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宿命，让这个名字成为了姐妹同心、守护家国的见证。一宫一江湖，看似相隔遥远，却因彼此的牵挂而紧密相连。这份相互守护的姐妹情，不仅温暖了我们彼此，也成为了流传后世的一段佳话。